大家好，今天终于有时间来换我的压板滑块跟皮带。那今天也会顺便聊一聊我上次做这个很奇怪的搭配的结果。那我们现在聊滑块。其实滑块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会忽略掉。这一组是新的，我才刚拆袋子拆出来的。那这个就是上次跟各位聊的断掉的。其实我后来想了很久，会断掉的主因应该就是这一块造成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块的损坏导致这边会磨成这样子，这个我没有一定的依据啦，只是说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因果关系。因为说实在话，滑块这种东西，当你卡在压板里面、压板上面的时候，它是很紧的，很紧的。然后当卡在普利盘上面的时候，它的密合度也算很好，但是它一定有间隙在，因为它在滑动，它一定有间隙在。然后当这块磨久了以后，但是我记得我这块好像我换也换没多久啊，但是可以很明显看到这边都磨凹下去了，然后这边一点点，这块是旧的，但是它没有断。但是如果以这个有断的来看，断掉的这边磨的就比较严重，没断的这边就还好。我们来量一下，先量这个全新的，大概在13.9，平均啊。那断掉的这个也差不多。哦，没有，因为它是磨在里面，从外面量不准。我们量这一头好了。我们量它的最小间隙，这边是断掉的这一块是13.7，我们算75好了。然后全新的一样从这边下去量，有没有？它就在14.18，大概在14.18。有时候一些比较活动量比较小的滑块上，你不要看这个差一点点而已哦，有的时候这种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了。基本上滑块的安装就装进去以后推到底，有的人是不推到底的，但是其实也是要看你安装的方法，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一块，它这一条加强的这一条，它是有点锥形的。如果你的滑块应该怎么说？你的滑块如果像我习惯，我都是装这样子，
把它推到底。但是有人他装它是可能就是外面尽量平，但是这个有时候会造成你的这一个在放下去的时候会卡住，有没有？你看这样就卡住了，懂我讲意思吗？因为这种东西，它的公差算很大。像我习惯是可能你不推到底也没关系，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装上去的时候，你要把压板装上去普利盘的时候，你要确定它的滑动是顺畅的。你看，像我稍微推进去一点点，它在滑动，它在滑动就很顺畅，它不会 K， 不会卡的。对不对？然后，有的人呢，我是知道有的朋友他还会就是说，他是装上去以后往外推，稍微的往外推，然后再去推，但是这样子有时候就会卡的。这个可能会因为每台车的零件的公差不同，会有差别在，所以这个在安装上可能自己要稍微去衡量一下。反正最终结果就是你压板滑块装上普利盘的时候，你要确定它的滑动是顺畅的。如果会卡的，你会加速滑块的磨损，或者这一条加强筋的磨损。其实这一条叫什么我也搞不懂。好，这个就是滑块的安装要注意的地方。然后像滑块如果过度磨损的时候，如果在不拆车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感觉，就是你在发动的时候，应该是说在发车的瞬间，你会觉得车子特别吵，会有一个撞击声出现，在刚发动的过程中，引擎发起来以后，应该这声音就会比较小，比较难察觉。这个可以作为在不拆车的情况下去判断你的滑块是否有出现过度磨损的一个依据。这个不是很准确啦，但是可以当个依据用。然后然后是皮带，其实皮带上我是觉得有蛮大的分歧点存在了。其实像现在雅马哈以近战来讲，雅马哈的皮带它现在等于是有2种规格，一种都是原厂的，但是一种是三星做给雅马哈专用，但是它的规格跟市面上三星单独贩卖的皮带规格是一样，但是它里面的这个耐热的这个帆布层，外面这一片，跟里面的一些耐热的纤维，它的材质有差别在。那一条在雅马哈原厂零件里面，它卖的比雅马哈这一条是原厂皮带，但是三星交给三叶公司的那一条会比原厂的这条更贵一点。那最便宜的就是三星一样的规格，三星单独贩卖的那一条。那以皮带的更换来说，我们先量一下皮带的宽度。基本上皮带的宽度规格应该是算在这边了，但是它这个
跟一般的标识是不太一样。像我这条是5ml，但是现在就是 4C6，就是2代站的，规格是都一样。长度是都一样，那宽度的话，因为皮带是软的，你不能硬压，宽度大概在21点，误差一点点，宽度在21.32，这是全新的。那我这条使用过的宽度20.74，这个就其实磨损算不大了，但是重点就是皮带的检查，如果你是装在车上的话，就大概去摸这个边，这样子帮你们看出来。你看它两个边都翘起来了，然后这边的磨损，因为毕竟这两边就是普利盘跟开闭盘，它们在压合的地方，其实这边是最重要的。这边其实这个如果只有翘一点点，其实如果单独以这个看的话，这个只翘一点点，这个是还能使用，还 OK。然后这个边边看起来也是都还不错。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上次我影片没拍给各位看的这一条，整个都断掉，而且断一半了。我就是很怕在马路上，如果他临时给我断掉，真的很麻烦。以皮带来讲，我们像这个好了。你现在看到的这边，这个都比较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你拆下来看，或者你在车上看，你稍微的去转动你的枫叶盘，然后让皮带转动的时候，你去看，如果出现这个这么严重，这个就可以准备提早做更换。因为这个可能，尤其有在跑的朋友，这个要注意，这个很容易就断掉。然后我的皮带大致检查了一圈，是都还好，只是都有一点像这样子的，这边有好几条。然后最严重的就是这一条。其实那天在拆的时候，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我也不会换，就是因为看到这个，而且从旁边可以看到。它的粘合面都已经裂掉了，所以这个不换不行。那皮带的检查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至于我上次换了这一块以后，我是觉得感觉蛮好的，因为我原本的这一块。应该说，其实车零件在使用一定都会有磨损。我上次也跟各位聊到，我这个盘面还算漂亮，没有很严重的吃钩，没有它这个这么严重。从侧面看，这边外面这一圈，这个就蛮严重的。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因为照理来说，两块盘面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先不讲里面轴套里面的生锈跟可能这个有影响啊，这个磨损。要不然以盘面来讲的话，两块盘面都势均力敌，差不多的磨损的情况下，应该不会改变这么大。我装原来这一块的时候，换挡很明显。
你没办法去感受到说就是 CVT 的无段变速那种感觉。可能新车你们骑过新车的朋友应该那种感觉就很深，就是很顺畅。你就看转速表上去下来，它不会顿。然后我装这一块的时候，就是因为换挡的感觉非常的明显，而且到最后是越来越严重，我才会去更换这一块。然后很神奇的是，这一块状况看起来很差，但是很出人意料的，装上去以后，整个那种顺畅度全部都回来了。然后装这一块最明显的就是，你只要油门加下去，它会维持很稳定的维持在一个转速，然后你就一直在速度就一直在增加，它就一直在变速。然后加速的过程比较快，只是你会觉得说装这一块它会维持一个转速，不像这一块装这一块的时候，旧的这一块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一直在换挡，而且它会卡档，卡在某个档位上就再过去，这个是我最大的感受啦。然后我今天顺便问了一下材料行的老板，我说BH3 5ML02 这一块开闭这一块普利盘是什么车的？哦，没有，因为我装在车上，我没有拿下来给他看。然后我是跟他讲是 HP BH3， 我是跟他讲这个型号。他说这个是迅光，旧型迅光在装的。那我问他是 BH3 5ML02， 他说他不知道，他也搞不懂这一台，他只知道 4HP 是迅光的，然后 BH3 5ML02 他也搞不清楚是什么车的。那这个是我换了这一块普利盘后最明显的感受，整个过程加速过程都非常的顺畅，跟新车几乎没有两样。然后它会维持在一个听声音啊，它会维持在一个固定的转速，然后加速过程比较快。当然这个不排除我旧的这个因为磨损太严重所造成的差别。那再来就是这一块压板，在之前那一篇我可能口误说这个凹痕有没有，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拍出这边有个凹痕，就变成说珠子在低转速的时候，它在这边比较容易松动，就是压不住。像这个凹痕应该是在制作过程中的，这边也可以明显看出来，这边比较圆。然后原厂的这边它有做一个有点类似比较凸起的设计，感觉原厂的这一片它比较往外推，然后这片应该是副厂的这一片就是往里面凹，可能差别这个也有差别在。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的磨损，而且这样两手拿起来有一点点差别在啦，没有称，没办法知道到底是差了多少，只是有那个感觉在。好啦，那今天这个更换滑块跟换上这块普利盘以后的感受的差异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